这里孕育了懵懂的美好，也曾见证过难言的别离。流星闪烁，惊雷鸣响，他们异想而行。皓月转喜，命途交汇，他们同心相对。奇迹于此复现，一如银叶淡化；希望于此降临，一如白昼升梦。待花飘向大地，当梦坠入星海，少女们便得到了新的名字。其名始源，其名终焉。始源与终焉，就是一个故事的开始与结束，一个承载过去，一个期冀未来。正如他们二人的命运螺旋，牵动着万千人类命运，交织出了崩坏3整个第一部的故事。在故事的终幕，牙医实现了与真我的和解，而 Kiana 也在跨越磨难、历经成长后，找回了当初那个阳光又开朗的自己，以充满希望的姿态接过了终焉的权柄。过去经历的所有人生，让他们在这一刻闪烁出更加夺目的光芒。我的目光一下就锁定在了他最初的装甲，也就是白练和月光身上。一套是崩坏3最初始的装甲，另一套是 Kiana 的初始 S 级装甲。还有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Necro Charm 和光翼展开这2个技能。这是一个我开始看到就深深印刻在我脑子里的 Kiana， 直接可以让我回想起当年大学的时候，我在宿舍里第一次打开崩坏3的画面，回想起他活泼俏皮的和我打招呼的样子。没想到你就是舰长呢。我们所有人都会相信 Kiana 最后会以完美神明的形象来拥抱终焉，成为华丽绽放的月之女神。解决掉所有的麻烦以后，她还会像往常那样眯起眼睛向你傻笑。那我就想，能不能用公主来体现她原本那种俏皮活泼又有点阳光的样子？所以就在整体设计上，以公主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词进行设计。可按 Kiana 的性格来说，如果是真的公主裙，她可能会说裙子好麻烦啊，一点也不适合战斗这样的话。于是在设计的时候，我们就想出这样一套远看是公主的衣服，近看又是适合欢脱跑跳紧身样式的装甲。崩坏能的色彩和黑色的花朵在她的身上蔓延，就可以为她带来一丝终焉全能给玩家的那种神秘和危险的感觉。当然还有2侧仿佛星海构成的光翼，一切美好的如同昨日重现一般。跟 Kiana 不一样，牙医一直是那种比较容易自我封闭，默默地去把一切做到极致的类型。他非常渴望美好，但是一开始他并不知道怎么去守护这份美好。在雷之律者这个形象里，他是以一种冷硬的姿态在守护自己最重要的事物。但是现在，他终于能够以真我的意志去践行守护，传递美好。那在琢磨了他的这番心境之后，一个身穿白金色的铠甲，能够随心所欲去战斗的光之剑士的形象，就在我们的笔下自然而然地成型了。蓝紫色的水晶点缀在他的装甲上，那就是雷电牙医的真我。龙翼形态的刀鞘就不动声色地收敛在他的身后，静候着神明。我们终将抵达所有人都期望的未来。那作为律者和人类完美统一的象征呢？始源对于牙医来说就是他的刀和剑。我们也一直在琢磨说，如果将牙医他的一招一式都打磨到极致，那将会是怎样呢？可能或许连时空都要闭其锋芒，为他而停滞吧。我们决定用凌厉迅捷的一刀和极具张力的定格姿势，来表现出他斩断时空时的果决。在战斗时，他会快速地穿梭在目标之间，留下一道道残影，用连贯利落的多段斩击制敌于刀光电闪之中。
其实回首过往呢，我们也会发现，在崩坏3早期的角色设计里呢，也不乏各种比较有趣的操作方式。那于是呢，我们在思考始源之律者的过程中，其实也想尝试着找回一些自己的始源，重拾一些过往记忆。这一次呢，在和始源牙医一同战斗的过程中，你也将需要在合适的时机去做出反应，使出华丽的连招，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中找到兵器刀刃碰撞的韵律。在做好充分的预热后，一直收敛在他身后的翼刃将完全展开，从刀鞘化为武器，以龙爪的姿态给予敌人一记凌厉的斩击。那在这样的剑术面前，如果必杀技只是一段只能让人旁观的演出，可能多少还是会有些遗憾吧。如果准备好了，那么在始源之律者的协助下，每一个你都能以凡人的力量挥出斩断时空的一刀。每个喜欢提亚娜的人，包括我在内，都会对她曾经的小动作念念不忘，像是被基子老师念叨过的翻围墙。在想象中央提亚娜的时候，这样的印象一个接一个的出现，于是就有了现在这个把剑踢飞出去，击碎了屏幕，还在若无其事伸着懒腰的提亚娜。提亚娜在一路走过来，她经历了非常多的时期，她也变换了不同类型的装甲或武装，像是从那个白练时期，她使用的枪斗术。还有那个月光，他使用了他的月光大炮，然后天虫游侠使用枪跟剑进行战斗，到星焰之律者使用大剑对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挥砍。我们想要让每一个时期的 Kiana 可以在中间律者上体现出来，所以呢，我们最后采取了单手拿枪、单手拿剑的形式。上一秒钟还在用单手剑挥砍敌人的同时，下一秒钟拔出他的枪对敌人进行射击，用这样的形式去展现多元化的战斗方式，又保持了他操作上的纯粹。这种灵动自由的感觉，才是我们期待的 Kiana 的最终形态。在5年前 Reburn 这个宣传动画出来的时候，他当初里面的光一展开的这个技能表现，就留下很深刻的印象。所以在这次看到中音律者的造型的时候，这个想要让光一绽放的这个想法，就从来没有改变过。毕竟这个是大家梦开始的地方。光一展开！在最新的主线剧情中，我们在地铁站场景里可以看到命运、永恒、希望这样的站牌。其实牙医对应着名为命运的历史，博尔尼亚对应着名为永恒的真理，而 Kiana 对应着名为希望的美好世界。当他们再次并肩作战，彼此的力量就会相互交织、相互凝聚。当这不再是一个人的故事时，甚至也不是他们3个人的故事时，这个属于所有人的故事就注定会所向披靡。现在是我们的时间。Kiana 一行人陪伴我们度过了6年乃至更长的一段时光，他们是整个崩坏3项目组成长的证明，更是我们每一个见证者成长的证明。6年的时光足以让人从绝大多数的学校毕业，6年的时光足以改变一个人很多，但这当中不变的事物，正是我们认为的最宝贵的东西。第一部的故事即将迎来一个带有史诗色彩的结局，但他真正想讲述的，其实不是某些英雄的成就，而恰恰是他们身为凡人的喜怒哀乐。Kiana 的确成为了崩坏的神明，成为了人类的守护者，但抛开崩坏的设定，她仍然只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勇敢少女，一如我们初见的白练和月光。或许没有人能够成为第2个 Kiana， 但那是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 Kiana。人类的星火也在你的手中，那个不完美的故事正在变成我们期望中的